还有谁来战？叶凡再次扫视众人，他的气势如虹，让在场的年轻一代强者们沉默不语。唯有夏九幽这位傲气冲天的天才少年，却在这时走了出来。他视叶凡为猎物，扬言要将其收为仆人，为他提供圣血炼药。叶凡并未动怒，只是平静地回应：“你要是败了，给我当仆人如何？”话音刚落，叶凡便出手了。他化生出仙王09天的意象，一尊仙王高坐九重天，向夏九幽探出大手。而夏九幽则施展出九幽仙曲，将天地隔绝，对抗仙王的威压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仙王09天与九幽仙曲这两重上古最恐怖的意象同时出现，让这场对决变得无比震撼。而叶凡与夏九幽这两位年轻一代的绝顶人物，也在这片夜空下展开了属于他们的巅峰之战。夏九幽身着白衣，站在虚空中，眼眸清亮，发丝飞扬，仿佛置身于仙界净土之中。然而，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杀意却如潮水般汹涌，让在场的修士们感到不寒而栗。九幽仙曲奏响，那缥缈的仙音仿佛从远古传来，与大道共鸣，让天地失色，杀机无限。叶凡站在虚空中，演化出一方小世界，九天沉浮，万道玄黄气垂落。他化生出另一个自己，高坐九重天，犹如一尊神灵，展现出仙王09天的意象。这一刻，天地仿佛都在为他让路。仙王的威势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深深的震撼。仙王的大手铺天盖地，向着夏九幽而去，与那片被仙曲隔绝的天地激烈碰撞。夏九幽的身体仿佛烙印在虚空中，九幽仙曲化作有形的波澜，如大道符文般镇压而下，化作各种仙灵斩向叶凡。仙王与仙曲的对决，如同百万大军的厮杀，惊天动地。仙王双手推动日月而行，仿佛在巡天，将一道又一道神纹打碎，展现出无上的威势。然而，夏九幽的九幽仙曲却化作九曲长河，如九曲黄河般拥有不可思议的伟力，卷动高天，扫灭一切。仙王与夏九幽的对决，让这片天地都仿佛要崩裂，如同一幅画卷在抖动，随时可能被撕裂。众人无不震惊，这场对决的激烈程度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夏九幽年仅13岁左右，却已经展现出堪比少年大帝的潜力，他的天赋和实力让年轻一代无人能敌。而叶凡作为圣体，更是无双的存在，他的意象与仙曲对抗，展现出无上的战力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意识到，这两位少年天才的对决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。若是他们未来登临圣主之位，那将是何等的威势！叶凡他刚刚踏入4级秘境，圣体才出现小成，却已经展现出如此惊人的战力，超出了众人的预期。他的意象更是让人心寒，仿佛成为了所有其他意象的克星。从这一刻起，圣体的威名已然在众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就在这时，九幽仙曲再次响起，化作一幅道图，向着叶凡飞去。这道图的威力让叶凡不禁想起了曾经差点毁掉他道基的先天道图。若非绝代神王出手相救，他早已坠入万丈深渊。而此刻，仙王09天的意象再次显现，手持仙剑，滑动间释放出令人窒息的恐怖波动。仙剑斩在道图上，发出的声音仿佛要贯穿霄汉，让神城内所有人都感到心悸，几乎要停止呼吸。仙王09天与九幽仙曲的对决，一时间难分高下，让众人惊叹不已。人们纷纷猜测，夏九幽与8000年前的盖九幽必定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，他很可能继承了盖九幽的传承，拥有与之相同的体质。否则，以他的年龄，根本不可能感悟出真正的九幽仙曲。这一定是前人刻下的仙曲纹络，而非他自身心灵升华的结果。夏九幽傲气凌云，负手而立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他自信地宣称，自己的九幽仙躯足以大破叶凡的意象，甚至不屑与叶凡近身搏斗。他身着乌金战衣，手持黑色仙剑，站在另一片天地中，仿佛与天地大道融为一体，挥动着天地之力，展现出超然的气势。然而，叶凡却并未被他的傲气所吓到，他冷冷地回应夏九幽的挑衅，随后展现出惊人的力量。他的仙王09天意象竟与他自身合一，化身为一尊真正的仙王，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无上的威严。他手中的龙纹黑金圣灵剑震动，长达10丈，沉重如大月，仿佛要压塌空间。叶凡一步一步向前逼去，每一步都让大地颤抖，让人心惊胆战。圣体与意象合一，众人惊呼，他们从未想过叶凡能够在出入4级秘境时就达到这样的境界。传说中，这种状态拥有无上的战力，足以横扫一切对手。夏九幽见状，挥动手中仙剑，劈出先天道图，试图以大道之力压制叶凡。然而，叶凡却在这一刻施展出了九命之阶自觉，战力瞬间提升10倍。他如一尊仙王般剖开小天地，大步迈入夏九幽的净土之中，抡动龙纹黑金圣灵剑，向着夏九幽斩去。一声巨响，夏九幽惊叫出声，他的乌金战衣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手中黑色仙剑高举，勉强挡住了叶凡的攻击。然而，
叶凡的力量却如山洪爆发，势不可挡。他抡动大剑，狠狠地抽在了夏九幽的臀上，将其抽得飞了出去。若非他身着乌金战衣，这一击足以让他重伤。夏九幽发丝在空中飞舞，脸色通红，手中的黑色仙剑指着叶凡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无尽的杀意从他身上弥漫而出。叶凡剖开小天地，将夏九幽劈飞的举动，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若非乌金战衣坚不可摧，夏九幽恐怕已经陷入绝境。众人纷纷惊呼：九幽仙曲被攻破了，那是绝代强者心灵升华感悟出的道音，足以磨灭世间一切有形之物。然而叶凡却凭借手中的黑色大剑将其攻破，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惊悚。我要让你的圣血流尽！夏九幽杀气弥漫，手持黑色仙剑遥指叶凡。叶凡则平静地与他对峙，手中的黑色大剑斜指南天，仿佛在等待着夏九幽的下一步行动。夏九幽很快冷静下来，身上的乌金战衣晶莹闪烁，将他衬托得空灵出尘。他寒声道：圣体，你让我动怒了，我要将你永世镇压。他浑身绽放神芒，战衣晶莹绚烂，手中的黑色仙剑仿佛有了生命，剑芒吞吐不定，杀气冲霄。夏九幽从原地消失，烙印在高天上，与虚空凝结为一体，像是一尊神明一样，挥动黑色仙剑向下斩去。万剑齐鸣，成千上万道剑芒如流星雨一样打了下来，每一道绚烂的剑芒都可以洞穿4级秘境的修士。他在年轻一代中拥有无上战力，纵使4级大圆满的修士与他对决，也只能饮恨，难以挡住他的可怕剑芒。叶凡以手中黑色的大剑横扫，铿铿锵作响，如100万大军在交锋，剑气纵横，神光冲霄，天穹都要被打穿了。夏九幽在挥动大道，他与天地合一，道法自然，这早已超出术的范畴，上升到了道的领域。黑色仙剑每次挥动，都有一幅道图落下，所有人都被惊住了，这真是一个逆天妖孽，难怪敢口出狂言，他果然有傲视天下的资本。他对道的感悟极深，让许多老辈人物都汗颜。一剑一道图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一剑之威可裂天地，而他每一剑都如此，不见剑芒，唯有道图飞落下来，恐怖威压让人灵魂都战栗。这样的剑道实在过于恐怖，每一剑可以杀死一名4级大圆满的修士，让许多化龙秘境的人都生出阵阵寒气。逆天妖孽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同时生出的念头。这个年龄段有这样的修为太吓人了，年轻一代有几人可以迎风？该不会是盖九幽在世吧？他们都拥有同一种神秘而又可怕的体质。8000年前，盖九幽无敌天下，想来他年少时也不过如此。众人心中无比震撼，如洪水激天，四汪洋汹涌。叶凡挥动黑色大剑，动作并不是很快，却斩破苍穹。这是在与大道对抗，与夏九幽的剑道争锋。天地间暴动，叶凡抡出的黑色的大剑力道惊天，破灭一切阻挡。此刻，仙王陵9天异象与他合一，拥有不可思议之伟力，力斩先天道图，无坚不摧。天穹上，大道如渊，深不可测。夏九幽天人合一，手持黑色仙剑，划出道的轨迹，无穷无尽，永远不枯竭。如果说夏九幽代表了天地的意志，化身为道，那么叶凡就是在逆天而行，以力破道，斩灭一切阻挡。夏九幽一剑一道图，镇住了所有人，来多少4级大圆满的修士都不够他杀，而叶凡却全部接了下来，同样让人震惊。练得身形似道行，夏九幽轻喝，语如道音，响彻天地间，挥出的剑道更可怕了，道图如渊，每一幅都极度可怕，要将叶凡震疯。虚空抖动，一株青莲浮现，混沌雾气缭绕，轻轻一震，诸多道图破裂。混沌众青莲，这一上古异象出现，相伴在叶凡的身边，立时建功。叶凡手持龙纹黑金圣灵剑，宝相庄严，立身9重天上，玄黄气绕身，又将仙王异象运转到了极致境界。2大异象加身，叶凡一步一步向前迈去，无比的坚定。黑色大剑遥指夏九幽，刃剑突飞来，唯有一剑破之，不能活捉你，那就斩掉你。夏九幽大喝，发丝飞舞，眸蕴神光。这一刻，他以身烙印虚空中，眉心绽放7彩神芒，垂落下万道瑞彩，如一尊太古的神之复生，让所有人都心悸。神之之眼，天啊，真的是神之之眼！他绝对得到了盖九幽的传承，是同出一脉的无上神术。所有人都被惊住了，在夏九幽的眉心，7彩光芒绚烂，可洞悉世间一切的神之之眼睁开了。那是一只晶莹而美丽的眼睛，但却发出了让人恐惧的波动，如彩虹一样的劈刃射出，打向叶凡而去。神之之眼，顾名思义，达到极致境界，能孕育出神灵的法力，可毁灭一切敌手。神之之光射下，打得龙纹黑金剑都嗡嗡颤抖，震得叶凡手臂发麻。若是一般的人，早已身死道消。又一道神之之光落下，与混沌众青莲异象撞在了一起，让这片天地都一阵剧烈的抖动。可怕的神术，即可勾动神灵的力量，纵然是化龙秘境的修士来了，都会被打穿。神之之眼，惊天动地，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。众人莫不倒吸冷气，
让诸多老辈人物都脊背生寒，阵阵心惊肉跳。若是对上这个逆天妖孽，他们多半也会迎鹤而终。夏九幽确实有他骄傲的资本，不过这次他碰上叶凡，局势瞬间就变了。咚！一声巨响，夏九幽的神之之眼射出一道七彩光芒，狠狠砸在叶凡的龙纹黑金圣灵剑上，震得剑身嗡嗡作响。叶凡冷哼一声，把剑背到身后，仰天长啸，瞬间爆发出万丈光芒，整个人就像一尊上古的金身战神，闪闪发光。这是不灭金身！众人惊呼。叶凡的圣体已经小成了，他身上的混沌众青莲和仙王灵九天两种异象也和他合为一体。他全身金光闪闪，神焰腾腾，连发丝都被染上了金色，就像燃烧的神火一样。这一刻，叶凡就像觉醒的神灵，金色的血气冲天，强大的气息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叶凡一步登天，挥动金色的拳头朝着夏九幽的方向砸去。他的不灭金身彻底复苏，气势汹汹，每一步都让虚空都在颤抖。金色的拳头和七彩光芒狠狠地撞在一起，天空都跟着震动起来，能量风暴瞬间淹没了整个夜空。叶凡就这么一步步逼向夏九幽，那气势简直要把人给压垮了。圣体的血肉太可怕了，难怪在天劫中活了下来。夏九幽再厉害，要是让叶凡近身，估计也得完蛋。叶凡的不灭金身璀璨无比，就像古之大地行走在人世间，万法不侵，很难伤到他分毫。夏九幽终于慌了，他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自己可能真的掌控不了局面，不能收你为仆，我就取尽圣血，彻底毁灭你！他大喊一声，九幽仙曲再次响起，大道天音震动人世间，仿佛要将人的灵魂都破灭。紧接着，仙音一震，气机瞬间变得恐怖起来，周围的修士都吓得瑟瑟发抖。这是渡劫仙曲，九幽仙曲只是序章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无上渡劫仙曲。连大黑狗这种见多识广的家伙都忍不住惊叹，这可是8000年前盖九幽的无上感悟。当年他一曲出，天下谁不服？夏九幽虽然年纪小，但他模仿的渡劫仙曲已经足够恐怖了，杀伤力惊人，几乎能横扫一切敌人。叶凡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，不灭金身的光芒瞬间暴涨，黄金神焰熊熊燃烧，他就像从火里重生的神明一样。这一刻，他把锦绣河山、阴阳生死图两种异象也展现了出来，和自身合一，大步向前逼去。少主不要啊！远方的2名灰衣老人急得大喊：不达化龙秘境，这曲子不能施展。可渡劫仙曲的第一击已经来了，整个天地瞬间被仙音和神芒笼罩，亮如白昼。叶凡一下子被打飞出去600丈远，整片天空都快被掀翻了。不过这小子也不是吃素的，很快稳住了身形，不灭金身更加炽盛，全身金光闪闪，金色血气冲霄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渡劫仙曲这么强，居然都没把叶凡打穿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夏九幽冷笑一声，这仅仅是渡劫仙曲的起手式，我看你怎么承受下去。2名灰衣老人急得大叫：少主快停下，你现在的境界不能施展。可渡劫仙曲再次响起，整个世界仿佛都要崩溃了，天地倒转，日月齐坠。突然，渡劫仙曲戛然而止，夏九幽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身体摇摇欲坠。这曲子太逆天了，即使是魔法，也不是他目前的境界能驾驭。叶凡瞬间冲到夏九幽面前，一把将他提了起来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这要是被叶凡近身，夏九幽估计得完蛋。就在这时，2名灰衣老人、赤龙道人和江云都纷纷传音，让叶凡手下留情。叶凡也没下杀手，只是拎起夏九幽，抡起金色的大巴掌，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顿狠拍。啪啪几声，夏九幽虽然没昏迷，但又惊又怒又气，大喊：我跟你拼了！叶凡却毫不在意，继续一顿狠削。旁边的修士们看得目瞪口呆，夏九幽这逆天妖孽，平时傲视同代，今天居然被叶凡当孩子一样教训。这下好了，他一世英名就这么毁了，以后就算再厉害，估计也洗刷不掉这耻辱了。夏九幽的实力，那可是古来少有的天纵之姿。放眼东荒和中州，年轻一代里没几个人能和他争锋。可现在呢，他被叶凡拎起来一顿狠拍，气得他手脚乱动，却连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。周围的人都惊呆了，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那可是夏九幽啊，奏出渡劫仙曲，杀同代人如拔草摘花一样容易，堪比少年大帝，却被人这样压制重，多修士和强者都目瞪口呆。夏九幽气急败坏，挣扎的厉害，可还是被叶凡按住。叶凡一边轻笑，一边继续教训他：小屁孩，看你还能傲气到哪去！啪啪脆响声不断，夏九幽气的眼睛都喷火了，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大喊：姓叶的，我跟你没完！夏九幽从小就被无数光环笼罩，如今却被叶凡当顽皮孩子一样教训，他心里那叫一个委屈。古之少年大帝都没被人打过屁股，他都快气昏了。小叶子太损了，比杀了夏九幽还让他难受。李黑水在一边暗笑，夏九幽目空一切，就该被削一顿。屠飞也忍不住大笑。不过也有人忧虑，不可否认，夏九幽是当世奇才，一旦进入化龙秘境，奏出渡劫仙曲，
水雨争锋。叶凡却毫不在意，继续调侃：“小屁孩，你服不服？”夏九幽却强地大喊：“我不服！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夏九幽的伪装突然消失了，一头青丝如瀑布般垂落，脸上的阴气也收敛了，露出了一张精致的像瓷娃娃一样的脸。众人这才发现，夏九幽原来是个小丫头。天啊，原来是个傲气冲天的小丫头，这也太强悍了！人们都惊呆了，一个13、14岁的小丫头居然如此强势，同辈无敌，让人简直不敢相信。夏九幽气得大叫：“我跟你拼了！”可还没等他动手，2名灰衣老人就出现了，面无表情地对叶凡说：“胜负已分，还请放开我们少主吧。”江云也赶了过来，怕叶凡一时冲动把夏九幽给杀了，连忙劝道：“放了他吧。”夏九幽虽然败了，但依然光彩夺目。他才13岁左右，还远未成年，潜力无限。而且渡劫仙曲一出，无论是东荒的圣主还是中州的教主，恐怕都会对他另眼相看。叶凡松开手，揉了揉夏九幽的头发，又顺手赏了他一个暴力，说：“以后安分点。”夏九幽气得大叫，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却被2名灰衣老人死死拉住。他们带着夏九幽借助玄玉台横渡虚空而去，眨眼就消失了。夜空中，叶凡站在那里，被月华笼罩，看起来宁静祥和。可没人会被他这人畜无害的样子骗了，他刚刚可是把不可一世的夏九幽都打败了。金翅小鹏王、瑶光圣子、姬家神王体等年轻一代的绝巅人物，都没人敢上前挑战。叶凡连问了3遍：“还有人要与我一战吗？”没人回应。这一夜，叶凡第一次树立起自己的威名，注定要在年轻一代中名震四方。绝代神王走了过来，伸手一点，一道光华没入叶凡体内，这是神王印记，有了它，谁要是敢杀叶凡，神王就会感知到。神王这是要保叶凡到底，可他自己却已经油尽灯枯了。大战结束，神城的夜空恢复了平静。这一夜注定会铭刻在历史中，一个新的大时代正在开启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叶凡忙得不可开交，无数修士前来拜访，有圣地的人，有古世家的强者，还有各大教的传人。叶凡几乎没时间休息，整天都在应付这些拜访。叶凡心里清楚，这些人未必都是真心的，如果他冲关失败，结果可能截然不同。这几天，叶凡一直陪着神王，希望可以挽留住他的性命。可是神王的眸子却越发暗淡了，几乎快变成死灰色。风族的人一直没让凤凰出现，叶凡也不意外。风族原本就没说一定会联姻，如果叶凡冲关失败，肯定不会提这件事。如今叶凡冲关成功，凤凰还是没来，风族的人还在努力劝说他，可凤凰依然高傲得很，根本不想来。